大爷这不是什么釜底抽薪。你想啊，如果傅小姐这么做的话，那也是为了永久皇好。你和易先生都是在为永久皇找出路，只不过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可现在已经不是出路的问题了，没有足够的资金，永久皇那就是维持不下去。眼前最现实、最可靠的钱，那就是……行，你当我没说。易先生，范旭东来了。我看见了。怎么谈？只要能入股，尽管让他狮子大开口，他说什么你们接什么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范先生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只管说。永久皇四面楚歌，竟然还有人愿意入股，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，还敢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只不过，我们和布内门公司、三井会社、长楼盐商这场混战到底惨烈到什么程度，现在还没办法推测。说到底，你们投的这些钱，治标不治本。治病，可是救不了命，就算投进来也支撑不了多久，反而把各位都给牵累了。如果你们真的对永久皇有信心，那干脆就再多投1000万银元，那样我们永久皇的就胜券在握了。1000万，旭东，他们都是代销商，估计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孙先生未免太小瞧人了。俗话说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1000万我们不敢说，700-800万，我们未必凑不出来。不过范先生，我们真的投了这么多的钱，永久皇的陈年老账，不论怎么算，我们38家代销商，那该是大股东了。只要股东是中国人，谁做大股东，我没意见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范先生一个人能做主？当然，我们还要回去召开股东大会，告知。可眼下这个局面，又有哪位股东会反对？好，这笔钱范先生先拿着，永利不能停产，要继续跟洋人耗下去。我们这就回去调集资金，甭管是英国、小日本，咱们联手把他们赶出去。好，既然诸位决意入股，那就不在乎再多等几日。范旭东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？没有资金，永利撑不下去。我想他是走投无路了。书中，宋先生做了大股东，总经理这个位置，我希望你能帮旭东保住。不管我怎么做，你的心永远是向着他的。书中，堂姑的一砖一瓦都是旭东的心血。离开这，你让他去哪儿？他把一辈子都交给永久皇，交给化工了。那我这辈子不也交给化工了？他立志给文人做书童，我呢，转眼荒废了。我离开堂姑9年，我现在回来不也在做书童？他是书生，我也是文人。他有脾气，难道我就没有棱角吗？他这个书生，带着大家一步步往前冲，而我这个书生，我一个人在南方，跟着一群的政客打交道。我成天看人脸色，听人使唤，说些违心的话，做违心的事，我心里就痛快了。我这么做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有朝一日，当永久皇有需要我、有困难的时候，我能够施以援手。
书中，你心里的苦，其实我全都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竟然会怕我抢走范旭东总经理的位置，你把我易书中看得太小气。这场商战一胜，永久皇从此无忧。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好留恋的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会远走高飞，我再也不回来。好，我跟你走，到美国，到欧洲，到哪儿我都听你的。我还真希望你能跟我走，但是我更清楚的知道，你心里只有范旭东。你想这么做，只是想帮他还我这个人情而已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情我不需要。如果你要这么跟我走，我用不着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调动这么一大笔资金，明摆着后面的暗桩不简单吗？旭东，你这回为什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？因为这次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走投无路。无论如何，我要等到最后一秒钟。你到底在等什么呀？明天还得麻烦二位跑趟大红豆。你可想好了啊！4年前海王星第一次大战扬言的时候，你就该当地主了。这次要再错过，以后你就没机会了。我看这次更凶险，我就差2个大洋就能买肥田了。我可不想冒这个险。啥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？该出手时你就得出手，过了这个村你就没这个店。哎呀，你不要再烦我了，人家已经够烦了。这拿主意比出苦力难多了，既怕鸡不下蛋，又怕鸡飞蛋打。得，豁出去了。大头这边入股，龙旭这边，我还是存钱。哪头？拼了，入股！小杨哥，这次我是赚了，就算是得罪范先生，我还撮合你和雅芝的事儿。谁要你撮合雅芝和我？要撮合就撮合雅芝和范先生。我跟雅芝那是把兄弟。你是汉子，我要是真当了地主，白租给你1年盐田。怎么了，小毛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范爷，上次您不是问我敢不敢入股吗？对，我豁出去了，我敢。这些钱是我这么多年攒的，我是想入股，也想帮帮厂子。小毛，可是你这个时候入股，不是时候啊。反正我爹跟我说，让我买亩肥田。我知道，这是你攒的血汗钱。我不是不让你入股，我也不是嫌你这个钱少。上次我鼓励你入股，是因为我想帮你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有把握。可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连我自己心里都没底。反正我爹跟我说，让我买亩肥田。当然，你如果非得入这个股，你说我不怕，那好，那我支持你，我同意你入股。不怕，不怕，这钱都拿出来了，怎么还能拿回去呢？厂子紧，您拿着用吧。范爷呢？不会真的有事吧？我看这样吧，这钱啊，你再存半年，啊，如果半年以后永久黄倒了，那你拿这钱去买你的那个肥田买不了，1亩收田总可以吧？如果永久黄没倒，
你把这个钱拿过来，我保证让你第一个入股。您可说话算数。可以拉钩。小毛，傅小姐，范先生在吗？在。没回去啊？我觉得你回来找我，有话跟我说。易书中回来了。走。这个事儿，你真的不该瞒着我。我记得咱们俩向来是无话不说的呀，从什么时候也开始变得这么生分？他不让我告诉你也对，告诉你就做不成了。什么做什么？书中说，他只想救永久皇，只要永久皇一日安稳，他就远走高飞，绝不贪图什么职位跟名利。只要他不引进关公，不管他用什么办法救活永久皇，我都会辞职让位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俩争的一向都是永久皇的出路，而不是某个人的私利。你给自己选了一条千难万险的路，大家一直帮衬着你走到了今天。现在，这条路终于要走到头了。除了南京，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斗得过三井、卜类门，再加上陈立新。你跟书中说，不用躲着我，就算宋先生真的想入股，也不用这么遮遮掩掩的。迫不得已交给他，总比落在洋人手里强吧？你能这样想最好了。对不起。什么？我不应该瞒你。明天，我明天想跟他面谈。怎么样？再等一天不行吗？你不相信我，难道还不相信范先生吗？我们倒是愿意相信他，可钱呢？9大永利早就停工了，哪里还来的钱？我们不相信他了，有钱也是先还给那些大股东，哪会有钱还我们穷造户啊？不要和他啰嗦，进厂子今天不还钱，我们把基业给砸了！范先生，请等一下，您的资金已经到位。到了多少？50万。对付你们的手段，你们才会老实。你们干嘛有什么两样？还打人！打人！王子良，怎么回事？范先生，他们把门打开。咱们永久皇从来没有这种待客之道。
各位，你们是来找我说话的，对吧？那好，既然来了就是客，请大家稍等一会儿，我请大家到会客室。王子良，马上派人护送快递到中国银行提款。是的。亚芝，立刻发电报到唐山煤矿采办煤炭。张小萌，哎，把你准备好的东西搬上来。好呀。我不管大家信不信，我们已经筹到了款。往后，你们愿意半年结款，还是愿意每月结款？随你们选。永利和洋人的商战还没有结束，永久黄垮不了。在一个神秘人的帮助下，范旭东又有了钱和对手耗下去。与此同时，更是放出了宋子文入股的消息，来迷惑对手。看爆了，看爆了！永利商船再度南下，看爆了，看爆了！怎么会杀出个宋子文啊？范旭东肯把苦心经营20多年的永久黄卖给南京？至少他们复工这笔钱，不可能是宋子文出的。报纸写得很清楚，他们正在谈宋家，只是意向，还没有入股。不知道范旭东从哪儿变出来的钱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您在九大有股份，脚踏只是2只船的事儿，陈老板也没少干。放肆！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这20多年他学精了，上次找金山，这次找宋子文，都是虚张声势。这次未必是虚张声势。九大原来的纪实遗书中，在宋子文手下做事。宋子文是什么身份，报纸写得很清楚，可是他就是不出来辟谣，这就足以说明不是空穴来风。好，只要部人们三金还有张路岩想牢牢抱成一团。不要说宋子文了，就是蒋介石亲自入股1000万银洋，也让他有来无回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些天九大永利的盐碱都比咱们买的多。哼，卖的多，亏的就多。老百姓知道什么？只要你们2家不断货，我也绝对不会摘我的铁牌子。这些都是你走以后才建起来的。哎，你看那个高楼，那是西征厂房，41公尺高，是东亚的第1高楼呢。你看，那条铁路也是我们新建的，它可以直接通到库房里面。当年你走的时候，谁能想到我们能把九大和永利建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这么好的厂子，怎么能让洋人抢走？哎，这当初是孙先生、陈先生，还有你是吧？啊，极力推荐侯先生。这你们3个是火眼金睛吗？一点没多眼啊！话不可以这么说啊！如果没有易先生那几箱子笔记的话，要想研究出纯碱来，那起码还得2年时间。易先生，我可是踩着你的脚印走过来。没有，我是志大才疏，侯先生才是有真本事的。你太谦虚了。这绝不是谦。哎，那个陈条甫陈先生呢？哦，陈先生去上海办油漆厂了。叔叔，哎呀，来。叔叔，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没变样啊？你也没变啊，白头发有，你更多，笑我！你这回也是算衣锦还乡啊？这是你的家呀，怎么？我这回来啊，完全是为了永久黄。这回要不是有宋先生啊，我看你们真是熬不过这一关。不过
你终于学会了从善如流。是学嘛。那行了，你们聊正事吧，是吧？请坐。哎，坐坐坐。徐董啊，书中说那500万银元宋先生已经准备好了，另外的500万很快就备齐。是啊，这先注资9大还是注资永利？这真股多少，每股定多少钱？这宋先生说了，只要公道，什么都可以谈，都让范先生定夺。今后不得干涉永久黄的科研、人事、经营，只能按股分红利，能答应吗？可以啊，这些都可以慢慢谈嘛。没有一个做官的会答应这样的条件。可人家拿的可是真金白银，咱们都要占尽，我们的诚意又放在哪呢？好，咱们不争这个。我们在塘沽苦心经营了快20年了，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洋人手里要强。不过恐怕得缓几天，我需要时间说服我的股东。徐董，其实你打什么算盘我很清楚。这从咱俩要见面的时间，这么一拖再拖，在大公报每一篇文章，把宋先生要注资的事，什么吵得沸沸扬扬的。但这些都没有用，这吓不倒英国人跟日本人啊。还有永利复工这笔钱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这我虽然不清楚，但是杯水车薪，你们能拖多久？这半个月、10天、20天？徐董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易先生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最后一个，好吧？如果不行，宋先生再全盘接受。不过这段时间千万不要让他有任何回应，可以吗？好在咱们一起共事了这么多年，就算为永久黄，我求你。好吧，不过在我这儿，顶多拖上1个月。这1个月之后，这入股注资的事要是没有新的进展，宋先肯定会出来说话。到时候我是想拦都拦不住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能帮助范旭东。其实你不用不知道谢我，因为我做的这一点是帮不了他。就算他这次能够赢得了洋人，就算我这次我不介入永久黄的事情，他还是阻止不了关谷进入。树大招风，这永久黄只要做得越大，就会有越多的人想要吞掉它。所以这只是迟早的事。梦醒了，还是要面对现实的。而范旭东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。我以前跟他一样，也是个爱做梦的人。刚开始都是美丽的梦，后来全是噩梦，没完没了的噩梦。能做的我都做了，跟盐巴斗，跟洋人斗，跟军阀斗，过了一道坎又是一道坎，前面还有数不清的坎儿，我真的坚持不住了。永久黄也坚持不下来了。我们就是凡夫俗子，能把永久黄做到今天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15年啊
人生有几个15年？够了，够了。15年，真的够了。子英，不管是为了永久皇，还是为了范旭东，都够了。你并不欠他们什么。不管你心里头还有没有范旭东，也不管你心里头装不装得下我。我今天，我都要告诉你，请你嫁给我，嫁给我吧。你知道我一直是爱着你，我一直在等着你。你好傻，真的好傻呢。你更傻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原以为我们3家是结伴一块儿，没想到还是会有内鬼。是陈立信那个老东西。你我都冲错了，是3金，是宇宙管理啊！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最近好好看，刚刚来的简报，日本市场突然出现了大量额外派存件。这不是我们自己公司发的货，而且价格卖的比我们更低，你明白吧？他们在中国低价购进，还有大笔利润好赚。我明白了，3金出钱，在中国低价购买我们大批纯碱，转手卖到日本。日本的市场被我们自己的产品打趴下了。你那笔钱整整晚到了10天，你差点要了我的命，知道吗？这个家伙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弄那50万，我是费了天大的劲呐！布内本的销量占了全球的65%，我们完了，他们下一个收拾的就是你们3家。什么局面？我比你清楚。我们在这顶的弹尽粮绝了，你们在日本赚的盆满钵满。我赚什么了？我在日本赚的还不够堵在中国亏本的窟窿。哎呀，你还打啊你啊！哎，你是想继续打，还是想商量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啊？哎，你这个家伙，你说我不够朋友，你比我还不够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。用你们中国话说，叫杀敌3000，自损800。我把卜内门的碱转手卖到日本，那等于我在日本新开辟了一个战场。可我们3井的生意，在中国、日本都在亏。这种偷鸡摸狗的转手盈利，我还要接近你们，我能赚到什么？啊？再坚持1个月，我估计再有1个月，他们就挺不住了。可我们现在真的是挺不住了，我耗不起了。我那门500吨纯碱已经从印度起航了，可咱们说好了要坚持3个月的。可，那除非你们自己坚持生产，否则我没有能力再接近你们了。这么耗下去？
倒不找门好啊。接着往下说，您看啊，这姓范的能复工，就证明他有退路、有底牌呀。宋子文入股，虽然是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我看也不是一点影子都没有的事儿啊。总之，咱们也得留好退路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咱们这儿耗得油尽灯枯，即使永久皇彻底倒闭了，南京方面一接手，我们就白忙活一场了。这是一层，还有一层，我不敢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有话直说。坐。您看啊，这10多年，长芦酒家盐商一直跟咱们。说实在的，他们一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啊。这次是一战定天下，再让酒家不尝到甜头，将来您的登高一呼，就未必有人响应了。言之有理。你说这个范旭东，怎么什么局面他都能搅出浑水来呀？哼，这个铁泥鳅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摊子铺的还不够大，不够有气魄，咱们就应该把布内门的纯碱转手卖到印度，卖到东南亚去。你疯了！你真的疯了！你既然已经摊牌了，就看谁能咬得住，谁能坚持到最后。现在的局面绝对不能撤。你这个月的50万块钱必须马上转到我的账上，否则我无法坚持生产。不要跟我说这些了。你已经给自己找到退路了，可我们三井还没有。宋子文那么有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他的钱我不能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能要他的钱。什么时候才是万不得已呀？我现在还有最后一张牌，陈立新，他要的是9大，不是永利。只要把他拽过来，咱们就输不了。范旭东啊，范旭东，你的骨头是铁打的，我服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月我最多给你20万，剩下你自己凑，这是我最大的能力。汉军起义，立志把仇报，内应外合都有我同胞。难道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？绝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现在上涨不能解决问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上涨到了几组就是兵长，他们能找到宋子文，我们绝不能找张作霖吗？可他刚刚打了败仗啊！打了败仗更需要钱。今年上半年长芦的盐税还没有交，我们要带头缴税。逼着永主还大把的头银子。会长，干什么？会长，哎，干什么你们？喂，李掌柜，喂，怎么了？李掌柜，上车，走。
范旭东被奉军的人扣了，为什么？按理说，北洋政府晚了，今年北方的盐税能够不了了之，可我们向张作霖补缴了，条件是永久黄也补缴，一共53万，这就是压垮他们最后一根稻草。你们疯了！现在奉系溃不成军，完全是一群疯狗，能运回东北的，他们都要运回去。现在所有的商家唯恐避之不及，我们怎么能自己找上门去上他们那艘破船？宇多先生脚下着船，尤其是我们一条。什么意思啊？把话说明白了。宇多先生、陈老板，你们心里都有算吧？我们也不是傻子，只要现在我们还是一条心。3斤船卖我们的存钱的这口气，我们也可以忍了。陈老板，这对您也有好处。容我考虑考虑。只要范先生您补交全部的税款，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。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交给你们。张作霖只不过是以前的陆海大元帅，就算是要交税，我们也应该交给政府，而不是奉系。你放明白些，奉系就是北洋政府。哎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，不哭，不哭，乖，不哭啊。就连洋人都知道老老实实的交税，你们为什么不交啊？你们这分明就是抢劫嘛！看来这张大帅吃了败仗，大元帅当不成了，想回山当土匪去了。这些年我们受尽了蒋冯严贵的欺负，难不成还要受你们永久皇的欺负啊？这想必你也听说了啊。我们和洋人商战了3个月，家底儿都耗干了。现在我是1分钱我都拿不出来，就连正常开工我都困难了，我上哪儿给你弄那么多钱去？那就卖厂。实话告诉你们，张大帅明日就要反奉了，我的部队3天以后也要撤走，也就是说3日之内我必须拿到钱。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我来付。这永久黄的53万，我替他们还。你派人跟我到中国银行，我立刻拨款给你。你是1先生，这有钱就行，不管我是谁。我们大帅说了，南京方面的钱我们不要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退守关外了，还讲什么道理啊？我们就是炸平塘沽，也绝不留给蒋介石。土匪也好，强盗也罢，随你们怎么说，我们只要钱。喂，是军长。不哭，乖，范先生啊。范先生，早听说过你是铁党的骨头，我劝你不要为难我们。更不要为难您自己，啊！喂，你来干什么？别吓着孩子！请你们不要难为范旭东。厂子卖不卖，他说了不管用，要开董事会。你想想，股东不发话，单凭范旭东一句话，哪个商家会把这么一大笔资金交给我们？那你们就直接联系股东。董事会我看就不必开了，挨个摇直线，直接要授权。对，旭东。范先生，难道您就这么不管您妻子和女儿的死活了是吧？站住！走，快！不！我答应。主任，你听我说，
马上联系各位股东。对，联系各位股东。